部。我们知道5G 跟 AI 它的结合被誉为可能会引领人类的第4次工业革命。那我们的闭幕演说就要请到知名矽谷创业家陈五福来为我们分享他心目中的5G 与 AI 发展趋势。那其实我们如果用刚刚简博士说的 Google Search， 其实我们都知道陈五福其实是被叫做矽谷创业之神，其实是神等级的。所以欢迎五福给我们带来5G 与 AI 发展趋势的闭幕演说。OK 我在讲话声音很大声，可能不需要这个大家把它放轻松吧。你知道我想晚饭快到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被排在最后面吗？我就想说，我刚刚就是说你们不需要用头脑了，从现在开始不要头脑，准备吃饭。我事实上是在刚刚简博士说他在30年前是第一个念这个博士，我是在45年前第一个没拿到博士的。所以你们可以知道我能讲的有什么东西所以从现在开始，你看今天我能讲的15分钟里面，我不知道只要能够记得一件事就好了。刚刚讲有人提说，就是我今天五福临门，你们明天成功在望，成功也是我，但是你们的成功也在望。谢谢。那说实在，我这个连到这古稀之年真的是过目即忘，这非常难所以我都需要看了一点小抄，结果我还不太会操作。那真的是这个小抄是我从小就已经学一下训练出来的，很功力很高的那真的，所以我等会大家我看我练小抄，现在不要介意这样子我看下一张，看会不会控制。下一个，怎么搞？我弄错边了，抱歉。对 ，OK 大家看，真的是大家到了结束了，真的是非常高兴我们有这么多好的今天天气下着雨又很冷有这么多好的讲者有这么更这些热心的观众我们这个这个 program 真的很成功真的是大家都已经研究过这个练了很多这方面的秘籍，我也大概不必再讲这个不是我做的，实在我现在在看图示字我们有后制作团队才弄这么漂亮的这个片。那我现在从我的讲呢，我今天可不可以讲 AI？ 我不敢再讲了。刚刚听了这么多专家，本来有一点点要讲，我现在连一点点都不讲了。那我想办法就把它拉到2个比较议题是跟5G 也是能讲，另外一个是讲让我要提到一个头创的观念这2个议题会提一下，当然也没有很多时间去讲，我大概能提一下这个。这个我可能要训练一下 ，OK 所以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5G， 你们看一下这个历史，这是没有什么好的，就5G 你看刚好每10年，人家都是这10年练一件那20年。这个其实是更大的有一个 paradigm shift。你会看这个1G 从80年2G， 但比较大的重标是在1G、3G 跟现在的5G。我认为这3个是前面其他3个可能是比较我叫 evolution。那在这个3G 跟5G是一种 revolution， 或者说会造成这个典范转移或 paradigm shift。那这个可能是将来会最重要。那我等一下。我大概讲一下1G 重点，就是大概在一开始这个叫黑金刚还是什么，那已经走到这个不知道叫什么那个花花绿绿的像万花筒了这个过程中从1G 2G 是开始，3G 很重要是 multimedia 开始出现。以前事实上到2G 有 text， 1G 当然是 以 voice 为主嘛，那种 text， 然后 multimedia。那到了4G， 其实它又 enhance， 它接上了 Internet 的主要的在发作是在 Internet 发生。那5G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 paradigm shift。等一下我会再特别要提的是跟台湾的机会在这里。那我个人自己因为是做通讯方面的，那我刚好参与到这3G 的时候，那3G 刚好我是当时是比较是在帮忙跟大陆的。我跟大陆的3个人当时组了一个4人帮，
因为三个大陆的博士，那是3G是应该将近2000年前，那结果很幸运的，就中国的3G 变成世界的一个标准之一。那这个故事很长，我没有时间去讲。这变成世界标准以后，大陆就大去推它啊，才会造成中兴跟华为就在3G 的时候投入，因为得了标准以后，他就叫 China Mobile 要去 support 这个，那 China Mobile 要去 support， 他就叫华为、中兴进来 support 这个，所以这个是3G 的历史是在中国发展的很成功。那5G， 但当时3G其实我有在台湾也回来过，但当时3G 台湾实在是不成熟，那所以但现在5G 机会很好，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可能会提一下为什么5G 机会很好。这个好像都不听我的话。这个是我刚刚是讲，是从讲到这个5G 的实际上大趋势，我大概不必再讲。其实这边讲起来，整个从价值的降低成本走到这个价值的增加，事实上这几个东西都是同类似的。我讲说像制造、研发到品牌的趋势，代工白牌到红牌。其实白牌是现在5G， 我们知道大家都说白牌。那红牌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增加到系统的能量，使它增加值以后再一度的加值。白牌到代工已经比白牌刚刚人家讲过代工什么毛3到4啊，那白牌至少应该已经有10% 左右的利润。那能够走到红牌的话，是可能可以走这种 gross margin 是可以40-50% 的。所以这个是台湾将有这个机会，那从硬体、软体到系统，那地方、国家到国际。那这个说整个 trend， 我来讲起来说，整个科技是什么？我讲说2个字，我讲说它变得越来越小，而且变得越来越软。他说这个是我们老男人都会发生的硬道理，大家知道。但的确，这个就是整个这个产业的趋势是变小变软。那台湾当然一定因为软，在整个产业有一个叫做5S， 你知道？5S 的话是5S 是从 semiconductor 是台湾最强，是硬体。那后来再来是 software 是第2个 S，system 第3个 ，solution 是第4个。那 service 是第5个，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这个 soft value 整个 value chain 是在 software 这边。其实 AI 刚刚有人提过说 AI 就是在 software 的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用 software 来 realize 嘛。那这个 software 这个所以整个台湾该走的是台湾在硬体已经很强，那当然要继续再强，要保强，不是说放弃，但是可能也要渐渐往上层走。大概是这个整个大趋势是这样。那这个如果在5G 的话，再形容一下台湾，我要谈一下台湾5G 的机会在哪里。那台湾从这个趋势，前面是一个还是国际性的趋势，但是我比较 focus 在跟5G 有关的重要的改变。那重要几个改变就是大家一个叫开源化，就 open source。那第2个是叫虚拟化，也是那。Open source 有什么好处呢？台湾其实最喜欢，台湾习惯于做 OEM 是量要很大。那要很大的话，它需要标准化，而且它大部分都比较不知道该做什么产品，它跟客户比较不接近。它需要是人家给他一个规格，他做得很好。那开源化就是你可以拿到这些 source， 不要自己做。那虚拟化，其实虚拟化过程中也跟标准化有点类似，它一虚拟化有很多功能。都不需要再做不同的硬件，它是可以在一个平台上，或是白牌的平台上，可以去发展出很多功能，把它虚拟的功能。譬如说现在，尤其在 networking， 它有很多名称，它就把很多software 的功能就都叫 virtualize， 都变得很虚拟的。那也就是它可以 router 可以只是 software， 不是一个 router。那你这个，譬如说你 firewall 这个做这个安全也是一个 software， 也不是 router。所以这个趋势你可以感到，这个趋势就对台湾有利，对，已经对台湾有利。那再加上台湾的强项当然你要从自己对有利就自己的强项。台湾是在硬体产业很强，已经没话讲。那台湾的工程师 CP 值，我们不敢讲说它是最好，那是 CP 值是很高的，也就是你比起美国的，当然便宜很多，但美国它比较接近市场，有些优势我们可能没有，但我们就是要往那边走。那
那另外一点就在研发人才，除了这个 CP 值之外很高之外，我们当然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对于这个华为的打压，也使得有这自由世界，或者另外这是会我们有机会来发展。那所以这次我看到台湾的5G，我们就觉得很有机会。事实上在2019年我们就想办法这个要创造这个。那这个也是国家也很帮忙，我想国发会他也很认真在这边也帮忙组成的这个台山基金。那台山基金也是对这个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贡献。台山基金因为台山基金这个翁总不知道在不在，David 不知道在不在。那另外一个是他的吴锦成我们就找这2个台山基金负责来开发台湾的5G。那台湾5G是做什么？我一直讲台湾一直讲说在国家队，我一直建议说，我一直认为台湾不能讲做国家队，台湾是要带领一些国际队。我觉得我们不必要把什么东西都要台湾做，因为台湾事实上它有强项，但是你要到整个系统整合的时候，你不能说只靠台湾。那所以你是国际队，所以我是希望最近在5G，我们就是在台湾比较在白牌比较强，它上面的系统就比较弱，所以现在就是那吴锦成他是在网络界曾经跟我一起创业过，那他自己也创业过，都在网络界3、4、5次，你们去看看记录，没有失败过。那第2家是被 Cisco 是60亿美金买掉，他是一直在网络界，但他现在也很愿意跟我一样也是。跟我同年的，他是交大，我是台大，但同年他回来台湾来帮忙把这个5G 创造出整个，也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要创造一个台湾带领的5G 的国际队，不是那国际队是我们现在我们也有投资 Boston 的公司，但是我们要来带领，我们要取代在现在我们要取代像日本乐天现在是来带领我们的队。那乐天我们要把它取代掉，所以我们不想当佣兵队。如果说被日本乐天带，还有这软体都用别人的话，我们只是在最底下的佣兵队。但是我们现在台湾有这个机会的原因也讲过，就是这些机研成熟事实上，前天我有看到这商业日报那个远传的总经理景琦也讲说，台湾我们现在要从什么走向核心。台湾的终端已经很强，终端到边缘到核心。那5G 为什么提供这个场景？我再讲几分钟一下，台湾5G 的强项是什么？5G 大家以为想说，5G 4G 已经快，一下5G 再一下就不见了。事实上，5G 这个改变不是你想象的，只是在最后速度变快。它常常5G 有提到3个重要的特性，一个是说速度快，一个说可以接更多的，那第3个是它能够做这个 real time， 也就是它能够保证这个叫 latency 在过去到4G 为止没有提供这个 service， 没有这个，所以很多这个跟 real time 有关的应用都不见了。那现在这个一提供以后，我们这样很明显叫刚刚也提到，大家都会提到这个自动驾驶或者这个 remote medication， 就是说医疗，就 medicine 这些都是需要 real time 的。那5G会提供这个，所以你会发现5G 将来应用，大家会讲说，5G 现在不是已经 offer， 你现在还在做什么？我讲这5G 如果真正它的应用还没有真正开始，5G 现在看到的是一般大那个电信业是说只是把再多一些 to C 的 customer 再抓一些来，但是5G 主要应用会变成一个企业的专网会大，比这个还大。那就会产生一个边缘运算。台湾现在终端，比如说联发科做 chip 做这些 processor， 做这个 switch router server 都很好的，但是它的下一步就是要做这个从边缘运算。那为什么要边缘运算？为什么核心之外还要边缘？也是跟5G real time 有关系。因为你如果核心，大家也知道，从 data center 变成 single cloud， 现在 multi cloud， 你如果做一个 real time 的东西，你把它反映的东西你送到 cloud 再回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为什么要这个边缘运算，要随时很及时的来反映？这个是边缘运算，所以5G 会造成这个机会来做这个边缘运算。那会 private network 可能会多，也会成长很快。那这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目前就是在已经有一些基本的雏形的，那我希望应该在2、3年内会看到这个很好的成果。这是关于5G。那最后一项我要提到的就是讲这个投创的观念我在回来台湾
已经大概陆陆续续没有一直跑去几年了，大概也快一转眼都快20年了。那我的感觉，钟文仪这个觉得台湾其实的创业已经很强，我觉得又要感谢这个。不管科技部、国发会都花了很多力量。我现在看到台湾的创新团队非常多。那台湾创新团队基本上都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讲，大部分当然有刚刚表现的有一些团队也很好但大部分的团队都是缺乏技术上不是问题，都缺乏对 business 国际市场，然后对这个连这个 financial 这些东西基本东西不够了解。那这个不够了解的时候台湾当然台湾很多创投，但因为它是财务性，所以说我说找珍珠，你找到了就是等它卖掉。但是投创这个观念我把它倒过来，就是投了以后要跟他一起创业。那你是找到一个璞玉，但是你要花时间跟他一起磨，把它带上去。那有一些东西是这创业不是人教而已，不是说不要教，有一大部分要教。但是到最后有一块是要带。在矽谷的话，你说那矽谷为什么不需要这样？矽谷因为那个环境成熟，所以我觉得台湾是做这件事我也不是讲永远的。也许你在做了这个3年5年以后，那台湾这个环境就已经成熟了，它直接企业才可以跟这个直接跟 VC 接轨。所以我这样投创就叫 EVC， 其实它就是它的模式 entrepreneur 出现。那它的架构大概是什么样呢？是这个你可以看投创，它需要的团队是，你可以看到它是希望有成功创业经验的人组成的而比较不是说投资经验。那投资创业然后他是要带着他去投了以后要带着团队，我希望他带到差不多 Series A 跟这个传统性的 VC 可以接轨。那他们就把这个带到这一段，那这个过程可能是1年、2年、3年，那就看团队。那所以这个投创的这个观念大概AIT 有跟我接触过，大概6月他们办一个团队，我也是办一个 conference， 我会去讲一下，是想办法跟我说是从投创走向 NASDAQ。刚刚跟有人提过说，台湾软体什么比较弱，最近有一家在日本上市，而且是要去日本上市，不知道上市了没有。那这个就是，那我的反过来反问的是说，台湾有几家公司在 NASDAQ 上市？那你要讲说，那你问问看，以色列有几家在 NASDAQ 上市？所以台湾基本上这个是没有接轨的。那这个我在这边待了一段时间，发现就是台湾没有跟国际，虽然说信息通没有跟国际的投资接轨，这有很多理由，我可能没有时间全部讲但是我想说，现在要投创团队，我现在一开始也 Hive 刚好今天存在的，其实它就是一个投创的团队。你会看看它今天，当然我不是在广告，它的确是投创，我是希望能够创造10个像 Hive 一样的团队。那我的 Hive 是做投创团队，跟 VC 有不同的东西，它也不能够投太广。因为你是要带那个团队，你有没有看看 Hive 投资的，会不管的将来投创团队，一定是投一个蛮窄的，他一定在那里盈利，他才可以带他。那我也有开始又另外一个团队是比较，我叫国际级跟国家级。这个 Hive 是国际级，因为他们这些带队的人是在 NASDAQ 上市过，所以他们要带着他们往 NASDAQ。那不表示说每家都成功，但是那个方向。那我另外一个成立一个，才刚刚成立，也是叫 Genesis。他就是台湾的团队，这个团队是在台湾公司做了5、6年，快要上市的。那我就说希望他们上市有他们出来，然后带团队。那他们的我叫国家队，他的目标可能会比较就在台湾上市那不是说一定要到美国上市。所以这个大概是，但是终究就是我们台湾现在需要这种投创。来把这个新创团队带上去，因为现在这么多新创团队我担心他们如果只有他没有办法跟 VC 接轨，筹钱就会很困难。那困难的话，假如失败太多的话，可能就大家对创业就失去信心。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希望目前那假如说是投资者是什么呢？投创团队他希望现在是国发基金来带头，而且我希望创投来投创。这个就是很，你没有看到，那企业也来投创，那这个跟创投没有冲突，
它是在创投的前面，也跟企业的创没有冲突，他们还是可以企业创投可以做，但是你这个整个生态要起来，它才会灵活，他来帮忙这些案子，他带一些比较早期的，带到可以跟这个创投跟企业要 acquire 啦干什么？因为企业终究是以策略性嘛，他希望是 acquire 他公司或者帮忙他公司什么，那希望有这些来带队。那因为如果希望，我是建议说，国发基金可以提一些诱因给创投来投，而且这个也要设一个专门的来投审会。那所谓诱因大概是什么样？当然仔细现在不谈，就是类似可能不见就类似说，这个可以帮他出这个叫做 carried interest， 叫做什么分红是吧？那还是跟那个 management fee。那对国家来讲，他并没有先给钱，是说赚的时候少赚一点，那是给一些诱因给其他的。这个大概是的投创的观念。我觉得今天当然因为时间短，所以还有没有时间到了吧？对，还跟过了没有过，他都用2分钟，我还有1分钟 ，OK 所以今天就是大家有没有时间，大概都提一下这些。那这样有兴趣，我以后会跟大家每一个议题，我们可以仔细的再沟通。那终究我就看说，台湾5G 真的是一个机会，已经开始了。那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5G 也不是说6G 来5G 就不见了，这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讲5G 不只是单纯最后一块，是整个网络会改变。那这个5G， 那第二个就是投创，我觉得台湾应该要赶快做这个投创。那这个是跟2年前在讲，当时也是在讲，你看 AI 跟5G 本来就是。AI 是相辅相成，为什么呢？5G AI 是什么 ？AI 是带了很多资料，不是 AI 是要被这个叫 machine training， 要很多 big data。那 data 哪里来呢？就是因为为什么现在有 big data？AI 在20-30年前你知道已经也早就有叫 expert system， 但是一直起不来，直到这 big data 的话一 training 下去就快很多，所以他们是相辅相成。AI 给5G 每一层次也都用 AI， 那 AI 是拿5G 如果收的资料又给它更 smart， 所以他们是相辅相成。那所以我想就是这个 AI 跟5G 有一点像这个我们这个量子力学里面，但其实我不太懂量子力学里面的重叠跟纠缠。这个是很好一个名词。那究竟是哪一个是男的，哪一个是女的，我也不知道。那你们听说，假如你们要用闽南语去练的话，慢慢练就会搞清楚 AI 跟5G 哪一个是男，哪一个是女的今天都讲到现在，好，谢谢各位，好，非常谢谢五福，也谢谢今天所有来宾跟嘉宾的参与。到此，我们的峰会已经正式结束，很感谢大家今天前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峰会。那我们的会场会开放到6点，所以留时间给大家可以进行会后交流。那要去参加我们晚宴的贵宾，也可以前往4楼的贵宾厅。谢谢。